大家好，我是苏涵。最近很多朋友问我，中国的股市呢总是涨几天就跌回去了，可是你看看美股啊，从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涨到了现在，标普500呢从700点涨到了5000点，简直就是一场超级长牛。为什么美股能涨这么久？美股的牛市现在还能持续吗？那我现在还能不能上车？这确实啊是一个值得深聊的问题。因为如果你只是看中国股市的话，会觉得波动非常大，机会稍纵即逝。可是如果你对比美股，就会发现那里有一种慢牛长跑的逻辑，十几年牛市走下来，不仅没有腰斩，反而股价呢一波又一波的跌创新高。今天呢，我就来讲清楚美股的长牛到底持续了多少年，为什么美股能走出这样罕见的长牛格局。美国现在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一个阶段？普通人该不该在这个时间点去参与美股？应该来讲，美股的长牛不是偶然事件，而是有它的内在逻辑。而决定你能不能参与的，也不是牛市的长度，而是当下它处在经济周期的什么阶段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先从回顾美股的历史说起，这轮的美股长牛到底已经走了多久？时间要拉回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一年啊，美国的股市从高点一路崩到谷底，标普500最低点跌到了666点。很多人觉得美国要完了，华尔街不行了，美元霸权要崩溃了。但是事实却是，从2009年3月的低点开始，美股就开启了一场超级长牛市。到2025年的今天，标普500已经冲到了5000点以上，指数涨幅超过了7倍，纳斯达克更是从不到1300点涨到了接近16000点，科技股市值翻了十几倍。而这期间，世界经历了什么呢？2011年欧债危机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，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全球股灾，美股甚至出现了历史性的4次熔断。2022年之后，美联储疯狂的加息，全球担心美国经济会硬着陆。按常理，这些事件当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终结美股的牛市，但是结果是什么？每一次美股大跌，最后都能够迅速的被修复，跌下去反弹的更高，跌下去紧接着又创历史新高。所以呢，美股的这轮牛市被称为史上最长的牛市，从2009年到2025年，整整14年以上，美股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熊市，即使是2020年的疫情暴跌，也只持续了不到2个月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和中国股市的过山车相比，美股更像是一条长跑的赛道，短期呢可能会摔一跤，但是拉长时间看，它的趋势只有一个字啊，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美股能涨这么久？它背后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核心部分，美股长牛背后的4大逻辑。为什么美股能走出这场长达14年的超级牛市？我把答案呢总结成4大核心原因。第一就是科技创新造就了超级盈利机器。美股之所以能长牛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有一批能真正赚钱、持续创新的企业。你像是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、Meta、特斯拉、英伟达这些公司啊，不光是美股的核心资产，更是全球的印钞机。苹果靠 iPhone 和生态系统每年稳定数千亿美元的利润，微软转型云计算，Azure 和业务高速增长，亚马逊电商和 AWS 双引擎发展迅速，谷歌和 Meta 吃下了全球大半的广告市场，特斯拉和新能源车掀起了产业革命。而英伟达更是抓住了 AI 的风口，成为了万亿美元市值的芯片巨头公司。这就和中国股市的很多公司不一样了。A 股很多企业呢受周期影响很大，一会儿盈利一会儿亏损，很难走出长期的牛市。而美股这些巨头的特点呢，都是盈利能力超级强，护城河很深，市值持续上涨，带动整个指数不断抬高。所以美股的长牛本质上是科技创新带来的盈利牛市。第二呢，就是美元霸权吸走了全球的资本。朋友们不要忘了啊，美股不仅仅是美国人的股市，它是全球的蓄水池。当全球经济不稳定、局势动荡的时候，那资本会往哪里跑呢？答案是跑向美元，跑向美股，因为美元是世界的结算货币。美国国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资产之一，只要有风险，那么全球资金呢都会先涌向美元体系，而这些资金的一部分就涌入了美股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可以用印钞来解决危机，钱印出来，最后呢全球埋单，但美国的股市和资产反而会更加强大。美股长牛背后是美元霸权在做支撑。
如果说美元是水库，那美联储呢就是那个开关水龙头的人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美联储开启了史上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 QE， 不断的买债放水，利率长期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，这就导致大量的资金没有去处，只能流进股市。尤其是2020年疫情期间，美联储再度极限放水，甚至一度直接发现金到居民的账户中。结果美股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暴跌当中恢复过来，再创新高。当然，2022年之后，美联储疯狂加息，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哪怕在高利率的环境之下，美股也没有出现持续的大熊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企业盈利撑得住，全球资金依然把美股当成是最佳资产。所以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美股长牛的重要推手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很多人容易忽视，那就是美国有庞大的长期资金持续买入美股。在美国呀，养老金、保险资金、大学基金会都会把钱呢长期投向股市，比如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、耶鲁大学基金，那这些呢都是动辄上千亿美元的巨无霸投资者。他们和散户完全不一样，不会因为短期涨跌而恐慌抛售，而是长期持有指数和核心资产。这种长钱源源不断地进入美股，使得股市的波动被平滑，趋势更加稳定。这就是为什么美股能走出慢牛，它背后呢有庞大的资金池在托底。所以你看啊，美股的长牛不是靠炒作，也不是偶然，它有4根支柱。第一就是科技创新，巨头盈利能力全球最强。第二就是美元霸权，它能吸引全球资本的流入。第三呢，就是美联储的宽松政策，流动性源源不断。第四呢，就是长期资金，像养老金啊、机构资金的长期买入。这4大因素结合起来，就造就了美股长达10几年的超级牛市。说到这儿，可能会有人问了，美股能走10几年的长牛，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公司特别诚信，从来没有造假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。美股历史上造假的案例呢，一点都不少。比如2001年的安然虚增利润、隐藏债务，最后轰然倒塌；2002年的世通虚增110亿美元的利润 ，CEO 被判了25年。甚至最近的 Nikola 电动车宣传视频造假，创始人也被判了刑。所以美股不是没有造假，而是造假的公司没有活路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的监管足够狠 ，SEC 查账。PCAOB 盯审计，司法部直接判刑，再加上股东们的集体诉讼，上市公司可能会退市，高管可能会坐牢，赔偿金额动辄上亿美元。我们再对比一下 A 股，就能感受到差距了。当年康美药业虚增了889亿元人民币的存款，最后呢只罚款了60万元人民币。赵薇夫妇操纵了300亿的市值，最后呢也只罚了60万元人民币，进入市场5年。可以说，在旧的证券法下，造假的违法成本和他们虚增的金额相比呢，几乎是为零的。朋友们，这就是中美市场的最大差异之一。在美股，上市公司造假必死，投资者信心强，长期资金敢进场；而在 A 股呢，处罚偏轻，投资者总担心上市公司的财报不真实，长期的资金不敢安心持有。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晰，牛市的根基不是情绪，而是制度。透明和规则才是资本市场的真正护城河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问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了：美股的这轮长牛会不会有终点？它背后的风险是什么？朋友们，我们刚才说了，美股长牛背后呢有4大支柱：科技创新、美元霸权、美联储宽松、长期资金的进入。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美股简直坚不可摧？但是事实呢是，再坚强的牛市也不是没有风险。我帮大家总结了4个潜在的隐忧，如果它们被触发，那美股呢也可能从长牛转入调整期。第一就是估值过高的风险。先来看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估值。目前美股的整体估值水平已经明显的高于历史的均值，尤其是所谓的 AI 7巨头，苹果、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、特斯拉、Meta、英伟达。这些公司撑起了标普500超过30%的市值，他们的盈利能力确实很强，但是估值呢同样被推到了很高的位置。举个例子，英伟达的市盈率一度超过了70倍，这在半导体公司里面是极其罕见的。当然，把它和如今 A 股的寒武纪市盈率超过5117倍比起来，也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如果未来 AI 落地的速度低于预期，或者行业竞争加剧，那这些巨头的股价都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回调。所以风险点1就是高估值，一旦泡沫破裂，可能会引发指数层面的深度调整。
第二个风险呢是美国自身经济的放缓。最新的数据表明，美国非农就业人数连续被下修，说明之前的就业繁荣是被高估了。那美国居民消费增长开始放缓了，信用卡负债水平创了新高。美国的房贷利率长期维持在高位，房地产市场明显在降温。那这些迹象表明，美国经济虽然没有衰退，但是已经在降温了。如果未来就业和消费进一步下滑，美国企业的盈利就会受到冲击，那个时候呢，美股上涨的逻辑就不牢固了。第三个风险呢，来自美联储的政策。过去10几年，美股长牛离不开美联储的宽松。可是问题是，现在美国通胀虽然已经回落，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。美联储已经进入了降息预期，但是降息的节奏和幅度都存在着不确定性。如果通胀意外反弹，美联储可能会推迟降息，甚至再次加息。甚至美联储的降息如果不达市场的预期，对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利空，那会打断投资者对流动性的憧憬。最后一个风险呢是地缘政治，中美摩擦、俄乌冲突、中东局势，现在任何一个黑天鹅事件都有可能打击市场的信心。而且由于美股已经涨得很高，一旦遇到突发风险，那投资者可能会选择快速斩仓，造成放大效应。别忘了，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时候，美股曾经在短短的1个月内4次熔断，这就是典型的例子。所以呢，美股虽然有坚实的4大支柱，但是也面临着4个风险。第一就是高估值，第二就是经济放缓，企业盈利会承压，第三就是政策拐点，美联储不一定按照市场的意愿去如期和如市场意愿幅度的去降息，第四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，黑天鹅呢随时可能会来袭。那问题来了，在这些风险的阴影之下，美国经济现在处于周期的什么阶段呢？是继续扩张，还是已经到顶？普通投资者到底能不能在这个阶段参与美股呢？接下来我们就要用数据来回答，美国现在处于什么经济阶段？首先，我们从通胀来看啊，最新的数据显示，美国的 CPI 大约在2%附近，核心的 PCE 就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那个指标，依然在2.6%左右。什么意思？通胀啊，不像2022年那么疯狂了，但是依旧高于美联储的2%的既定目标，说明美国物价压力虽然减轻了，但是还没有彻底的消失。第二，我们从就业来看。美国的就业市场过去几年非常的强劲，失业率长期呢在3.5%到4%之间徘徊。但是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出现了连续下修，之前被报得很高，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大幅修正，发现呢其实美国的就业似乎没有那么强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就业的表面繁荣已经开始降温了，美国企业招工没有以前那么积极了。第三就是从增长来看，2025年2季度美国的 GDP 增速大约是在2%到2.5%之间，这应该来说不算差，但是明显比2021年疫情反弹时候的8.1%要低得多。消费增长放缓，房地产承压，信用卡债务攀升，说明美国居民端的需求正在疲弱。第四就是从政策看，美联储已经释放了降息的信号，市场预期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有第一次的降息动作。但是降息不是因为经济形势大好，而是因为经济开始放缓，需要新的刺激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美国并没有进入全面的衰退， GDP 还在增长，企业盈利还撑得住，但是它的增速在下滑，通胀虽然有所缓解，但是没有彻底回到美联储既定的目标，而美联储的政策拐点正在临近，所以美国目前的经济阶段呢，我们可以概括为扩张的后期正在向复苏初期过渡。怎么解释呢？扩张后期是因为美国经济还在增长，但是动能在减弱。那之所以说它向复苏初期在过渡，是因为一旦美联储真的降息了，那么新的流动性会注入，那美国经济呢可能会再度进入一个复苏的新周期。这样一个对美国经济的判断，对于投资者意味着什么？首先，股市会提前有所反应，因为美股往往会提前6到9个月走在经济的前面。再就是降息预期呢是利好，一旦政策转向了宽松，那美股往往会迎来新一轮的上涨。当然，风险也是存在的，如果美国经济放缓超出了预期，那可能会带来震荡甚至是调整。所以美国现在呢，不是繁荣的高点，也不是衰退的低谷，而是一个拐点的阶段。在这个阶段呢，美股依然有机会，但是要注意分散和节奏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观众心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普通人现在能不能参与美股？如果可以参与，那么应该怎么买？
我的答案是现在可以参与，但是一定要有节制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方面呢，美联储即将进入降息周期，这会释放流动性，对市场构成利好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美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仍然是全球领先的，长期趋势仍然是向上的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忽视的风险就是当前美股的估值，特别是科技股的估值已经过高，而且美国经济确实在放缓。如果这些企业的盈利下修，那么股市也会有所调整。所以呢，普通人是可以参与的，但是要有策略，不能扎进去进行一把梭哈式的满仓式的操作。那普通人该怎么参与呢？其实普通投资者参与美股最简单、最有效的方式呢，就是购买 ETF 指数基金。如果你是长期稳健型的投资者，你可以考虑标普500的 ETF， 像 VOOSPY， 它是覆盖美股500家最优秀的大企业的，相当于呢你直接买了整个美国经济。当然，如果你只想买一个产品，那美股投资就不用挑股票，直接买 VOO 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偏成长型的投资者，那你可以考虑纳斯达克 ETF， 比如说 QQQ 或者是 QQQM。纳指里面科技股的权重是很高的，包括微软、苹果、英伟达、亚马逊。如果你看好未来美股科技和 AI 的发展，那么 QQQ 或者是 QQQM 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喜欢稳健分红型的，那你可以选择高股息的 ETF VYM、SCHD。这两个指数基金呢，适合追求现金流的投资者，里面都是稳定分红的大公司，即使美股市场波动，你还能拿分红来抵御风险。工具选好了，接下来就是买入的策略了。这里有3点特别关键。第一，就是不要一把梭哈，毕竟现在美股的估值偏高，随时有可能回调。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分批买入，定投为主。比如每个月定投一笔金额，把风险均摊到时间里面，这样不管市场涨还是跌，你都能慢慢的建立你自己的仓位。第二，不要买单一的科技股，很多人看到英伟达涨得快就想 all in， 但是这样做风险非常高。其实美股的精华不在于某一只个股，而在于它整体指数的长期趋势。如果你买的是 ETF， 就是在买整个经济的平均值，那就能避免单一公司暴雷所带来的巨大风险。第三，不要做短线的投机。美股的魅力在于它的长期性。过去10几年的美股长牛，真正赚钱的都是那些能拿得住的人。所以，如果你整天追涨杀跌，那反而容易被洗出去。普通人参与美股的最佳姿势就是定投 ETF， 长期持有，把时间拉长。当然，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呢，你的投资是可以有不同的策略的。如果你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，那时间是你最大的优势，你的抗风险能力可以很强。你可以定投 VOO 或者是 QQQM 作为核心长期定投，分享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。如果你是中年人，你比如说35岁到50岁了，那你这个时候呢，既要增长，也要财务的稳健，你可以选择 VOO 加 VYM 的组合，这里面既有成长，又有分红现金流。如果你已经是接近退休的人士，比如说50岁以上，那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就比较低了，你应该更重视稳定。建议呢 VYM 或者是SCHD 等高息股的 ETF 为主，用美金去做你自己的养老金，股息就是你的美金养老金。不过呢，有人可能会问了，既然美股这么强，那和 A 股相比，普通投资者该选择哪边呢？ A 股波动大，美股长牛，这两者之间能不能形成互补？接下来我们做一个中美市场的对比，帮大家看清楚其中的差异。首先就是波动性的差异 ，A 股可以说波动大，涨得快，跌得也快，政策和资金驱动很明显，经常是几天一大涨，几天一回调，散户占比超高，情绪化交易很严重。美股相比之下波动较小，长期趋势向上，虽然短期也有大跌，比如2020年的疫情期间的熔断，但是整体趋势10几年不改向上的趋势。A 股就好像过山车，美股像是长跑。第二就是驱动力不同 ，A 股呢更多的是依赖政策和资金，比如降息啦，稳增长的政策出了，一出消息市场就会大涨，政策一收紧又会迅速的下跌。而美股呢更多的是依赖企业真实的盈利，你像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的市值屡创新高，那也带动了美股指数的上涨。所以 A 股可以说是政策市，美股呢是盈利市。
第三就是投资文化的差异，在 A 股里面啊，散户占比高，喜欢短炒，喜欢追热点，一有风吹草动就进进出出。而美股呢，机构占比很高，像养老金呀、保险基金呀，还有各种基金会啊，他们都是长期持有的，就形成了美股的慢牛文化。所以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，如果你在 A 股市场，你很难靠频繁的炒股去打赢那些机器和量化。但是，你可以选择在低点定投宽基 ETF，比如说沪深300，或者是红利 ETF，分享中国经济的长期成长。那在美股呢，你也可以选择定投 ETF，像 VOO、QQQ、VYM，长期拿住去分享美国企业盈利和美元霸权带来的红利。最理想的做法就是中国的钱一部分放在 A 股低估值的板块，捕捉波动的机会；长期的钱呢，放一部分在美股的 ETF，享受长牛的趋势。就像你有2个账户，一个去抓机会，一个守长期，互相补充。所以朋友们，中美股市呢，我们说没有孰优孰劣，只有不同的逻辑。而真正聪明的投资者，不要2选1，而是利用两边的差异，构建自己的双赢市场组合。最后呢，我来做一个总结。第一，美股这轮超级牛市从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一路走到今天，已经长达了14年之上。即使已经经历了欧债危机、贸易摩擦、疫情熔断、美联储加息，美股依然不断的再创新高。第二，美股长牛并不是偶然，而是由4大支柱来支撑的。第一是它的科技创新，它的巨头持续在盈利；第二是美元霸权，它仍然吸引着全球资本的流入；第三是美联储的宽松政策，来保证美股市场的流动性充裕；第四是美股有长期资金做支撑，它的养老金和机构在持续的买入。当然，任何牛市都不是没有风险，美股的风险主要就在于它的高估值泡沫，它的经济在放缓，它的政策拐点的不确定，以及地缘风险。第四，美国目前处在扩张后期向复苏初期的过渡，这就意味着短期经济在放缓，但是美联储呢可能会开启新一轮的降息，新的流动性会注入，股市依然有机会。普通人可不可以参与美股？我的答案是可以，但是要有策略。首先就选择 ETF 作为工具，分批定投，长期持有，不拼短线，而是分享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。所以今天的核心结论就是，美股的长牛逻辑还在继续，但是普通投资者不要幻想在最低点能够抄底，能够卖在最高点。真正的胜利者是那些用时间换空间的投资者。朋友们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启发，欢迎点赞留言，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。